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8月15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并，帮你拆解市场。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呢，我们同样从2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啊。第一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行情走势。那纳指现在呢，不断的创新高，现在的一个走势情况呢是进3退1，但是呢，整个趋势的一个延续呢，还是在一个5日均线的一个上方呢连续的一个拉升。所以说现在目前还是在一个多方的一个趋势当中。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去看一下热点股票。那像特斯拉还有 AMD Coinbase、阿斯麦还有 CRWV 呢，都是 Lucy 近期有在跟踪的一些股票。那还有 LEU 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想要问一下这个股票现在要怎么办。所以说呢，觉得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的话呢，现在是在一个我们去有这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上方呢，是出现了5、6、7号 K 线，而且呢，这3根 K 线呢都是黄色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就像这样的一个 K 线标记呢，它是从这个1号 K 线到7号 K 线，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 TD7 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整个的一个序列呢是9转，也就是说后面呢还会今天星期五的话有一个8，然后呢下个星期能否有一个9，我们还要去跟踪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如果说这个8的话呢，只要它高过这个4的一个收盘价，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形成8。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如果说真的是来到了这个附近的话，那相当于说指数它会有一个上行之后的一个回踩。那如果说回踩的话，它到哪一个位置会有一个防守的一个点位呢？其实昨天在 Lucy 直播的一个过程中呢，有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去讲，就是这一根9号 K 线的一个上边的一个这个顶，也就是它的一个开盘价。它的开盘价呢是21,457.48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此前我们是以这一条线去做一个压力位的一个参考，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价位。但是如果说它一旦像5号 K 线这一天呢是站上这一条横线的话，那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支撑。所以这一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撑压互换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5、6、7呢都是黄色 K 线，那我们去看一下8到底是否是黄色 K 线。那如果说它不是，是一个稍微跌破7号 K 线的一个阴线的话，那等于说我们的一个战法就是黄色 K 线被跌破的过程中，那我们是一定要去减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一个位置呢，就是一定要大家呢要保住自己的利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一下这个21457.48这个位置是能否支撑住。如果说支撑住的话，那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低吸的一个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结合一下这样的一个撑压互换的一条线，跟我们的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彩虹带继续的一个拉升的话，其实这个上边界它会比较接近于这一个撑压互换的一个位置。等于说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共振。那共振出现的话，支撑和共振出现的话，那有可能这一个位置确实是一个低吸的点。所以我们在看盘的过程中呢，其实这是一个动态且灵活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要看准这一个点位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在这个紫色飘带上，我们说你看到动态，你说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可以等一个止跌信号止跌信号呢就是我们的那6种的一个止跌信号，它在指数上是同样受用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还是以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这条线为去参考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一个频道是专门给财生去看的一个盘前广播。那么这个里面呢会写到我每一天呢都会有这个分析文字版的一些这个简短的描述会给到大家。那像纳指它收了一个假阴又新高，同样要真阳确认，但是我们昨天没有看见但是这次能否出现真阳的话呢，需要打一个问号。那黄 K 出现的话 ，TD6 也出现了，那就是说等一个7、8、9的一个走势。当然我们财生是学过的如果说这个7、8、9里面是带缺口的，那这一次的一个9转呢，基本上就是高位9的一个确定了。
所以说指数再一次由苹果扛指数，大家看到了最近苹果公司涨势还是比较吸人的，所以说其他的一个权重我们看到了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那不管是特斯拉也好，或者是这个英伟达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七巨头，那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回调。所以说其实仓位上还是要注意的，防止回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其实 Lucy 有说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再强调说，你的一个仓位呢就不要超过50%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有流动的一些现金呢去做一些低吸高抛的一些短线来降低成本。如果说你仓位重的话，你的哪一只股票动弹不得的话，它一回落，其实呢都会出现回落的，那你的一个净值呢就会出现回撤。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说的是这个7号 K 线啊，它其实是一根阳线，它不是阴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等的是把黄 K 跌破的那一根阴线出现的话，红色的啊，才是我们去离场的一个点。其实7号 K 线呢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就是有一个 MA 5日均线。其实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 MA5 的一个5日均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没有跌破那个5日均线，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的一个判断方法，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它如果是阴线跌破的话，那就要真的要减仓了。所以现在呢还是一根阳线，我们可以再等多一天。那么这个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但是好的一点是呢，我们看到了其实指数的一个 MACD 呢，我也给大家去比较详细的去讲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放大，但是呢它是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走势，就是横盘震荡。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只要等到今天的一个结束的话，周线出来，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在这一轮的一个走势呢，其实本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也就是说4天的一个走势呢，它只是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但是它这个区间的一个价格呢，如果说对短线的一个交易者来说的话，其实它的一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它会从这个335，它的一个高点呢会去到350，也就是说有一个15块钱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这是比较极致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你说下方和上方的一个拿捏，其实我们不会说买在最低，也不会说卖在最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的一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参考区间呢，就给到了我们一些提示。它的一个用法呢，其实我在前几天的视频里呢都有去跟踪特斯拉。那无论是从这个位置跳到支撑线上334这个地方，那还是说它的一个高点呢会去到它的一个腰部甚至是顶部，那么我们都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特斯拉我是如何去写的。那就像它冲高回落，那这一次还能不能再给334的一个上车的机会？那好的一点是，真的是股价回到了334的话，比较靠近彩虹带多带上边界了，是比较好的一个低吸位置。那一旦出现止跌组合的话，是可以参与的。那这次呢，特斯拉它能不能走出独立行情不确定。这个独立行情指的是这个跟纳指它的一个这个反向。如果说纳指回调了，但是特斯拉它还是比较坚挺的走上升趋势的话，那它就叫独立行情。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基本上特斯拉还是要跟着纳指的一个走势来去确定。所以说我们依旧要做好承压互换线的一个进退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就是334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有跟我们的一个这个财生有讲过，它是一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使用。那它的一个共振点呢是这个7号 K 线的一个高点。那我们把这个价格呢已经明确了是334。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看一下这一周它的一个走势，那股价从334向上去拉升，那连续3天的话，其实是在第3天呢是到了350。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一根上面的一个横线，包括下边的这根横线的一个中间，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腰部1/2的一个位置，也就是350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当然呢，它回落连续7号 K 线，它回落的时候呢，其实它有来到过330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说334如果支撑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低吸的点。那现在也能看来，就是它还是坚守住了334。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收获的这一根7号 K 线呢，是一个十字星。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低点呢是来接近于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所以说我们下一个参考的地方呢是在这个325到335之间这10块钱，
的一个空间能否出现止跌组合。那止跌组合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它现在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说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单针探底，或者说呢是这样的一个阳线包住阴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这6种图形出现哪一个，我们都可以去参与到特斯拉。那特斯拉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可以用作在这个325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呢去参与是比较好的。所以说特斯拉的话，它的一个参与呢 Lucy 也会写到我们的一个财生的一个盘前广播里面，就像这样的一个文字会给大家去描述到。那提到我们的财生的盘前广播呢 Lucy 这边呢是给我们的一个订阅粉丝呢一个这个体验，也就是说我们新加入的一个粉丝们，你们是有15天的一个体验期的。这个里面呢我会写到我跟踪的一些股票的机会和交易思路，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那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第二重福利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还喜欢做期权的粉丝朋友，那 Lucy 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呢，是单腿策略的，有2节课，还有一些实战的一个交易分享，会在我们的一个会员视频里。那点击加入这个加入的一个位置是在我们的一个 PC 端的一个界面。那你可以成为超级露露粉。那你成为超级露露粉之后呢，这里边的这个5节课你就可以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如果说你是超级露露粉的身份，那 Lucy 还会再送你30天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体验期，那加在一起的话是45天。所以说交易期权的话呢，其实是有神器的，你就不要错过了。本周和下周呢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为大家准备了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的课程。那本周呢已经进行了4节我们有讲到了低吸模型、高抛模型，还有暴力模型这个模型是 Lucy 讲的，还有我们的一个万能交易模型。如果说你还想进一步打磨自己的技术分析，那可以呢去联系助教呢加入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发送口令口令是利润2个字，那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链接了。那包括我们下周的一个课程呢是破局之道龙头利润，也是在8月19号到8月23号的香港时间上午10点钟。那其中8月21号的课程呢是由 Lucy 来讲的，所以说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小伙伴那就不要错过了，找到助教老师把这一份福利礼包领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oinbase 的日线走势图。 Coin 的话最近的一个走势呢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它在之前的一轮拉升过程中呢，其实是股价有从260元一直拉升到440元。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高点之后呢，是连续的一个回落，所以在现在的一个反弹过程中呢，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并不是很大。从这个297块5毛5这个位置呢，反弹到340一个空间，也就是大概40块钱10%多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缺口呢，它的一个表现呢就会比较弱。那它的一个缺口现在也没有去试探过，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出现了一个上涨之后呢，在盘中就出现了回落，最终还是回落到了这个缺口上沿的一个下方。所以说此前呢 Lucy 有给大家去讲过，说我们的一个彩虹空带这个黄色的是空头的一个区域。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中轴也好，它的一个边界也好，甚至是上边界都是有压力的。所以因为 Coin 呢，它在连续的一个回调过程中呢，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会比较大，而且呢它是整体与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呢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只要是股票在这个地方有这个买入的，那基本上现在都是亏钱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上方的这个筹码呢，其实是压力会比较大就是这个抛压。但是好的一点是它已经现在出现了一个松动，而且呢它是本周的话，它的一个松动的一个幅度比较大。那你说这些一些筹码去到哪里呢？就是在这一部分呢有被人买入。如果说机构在这个地方建仓的话呢，现在还不到拉升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只可以去做一些短线。那在这个过程，如果说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波段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呢也会有10%左右。那它现在呢出现回调的话，那我们要等待什么呢？等待一个彩虹带比较接近于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那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出现了蓝色的 K 线。我们知道这个蓝色的被标记为蓝色是因为它是机构低吸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点。
那如果说结合到筹码峰来去看的话，那就可以去印证，相互印证这个位置就是有资金的一个买入。所以说呢，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呢，现在还不是一个去买入抄底的时候，那最好是接近这样的一个蓝色 K 线，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如果说低点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首先是297块5毛5这个位置能不能防守住。如果说不能防守住的话，再继续下跌的话，那可能还要去更低的点。所以 Coinbase 呢，在回调的过程中，如果是你不是去做空单的话，那近期呢还是没有一些买入的一个点。所以呢，在 Coinbase 的话呢，大家可以再去等一等时间，哪怕说等到这样的一个 MACD 呢出现金叉也好。那么我有给大家讲，它出现金叉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力度。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向上的力度的话，我们再去看股价，它上涨的一个拉升的一个幅度就会变大。那这是 Coin 的一个分析。那我最近呢也会去跟踪 Coin 的一个走势，实际上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最近走势比较弱了。那昨天的股价呢冲高回落出现了一个这彩虹空带的一个边界，就是那个黄色的一个边界，那出现了一个这个走势，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跟纳指走势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有看到说这个机构成本线一带还有这个缺口呢是一个共振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在没有出现这个60分钟一个散财童子，那它还会继续在我们刚刚画的那个区间里呢继续震荡。那如果说它能去试探一下缺口的空间，缺口是多少呢？340到350的一个位置，那就肯定要先高抛一点。那这个是在前一天的一个广播里去说的。所以说上方呢筹码虽然有松动但是我们刚刚去讲了，那现在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我们还要再等一等下方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更接近于低价的话，那还是低价去买更合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 AMD 的话呢，在这一轮其实我们用到的技术分析呢，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旗形整理。那 Lucy 呢也连续3天去跟大家去关注跟踪这一只股票的一个情况。那视频也好，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也好，那都会去写到。那其实它出现的话，这一天就等于说它是一个止跌信号加上形态的一个共振。那现在它的一个拉升呢，就证明了 Lucy 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呢是可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出现了一个高点186块6毛5，是阶段的一个高点。连续2天呢，在这一个区间呢，缺口是没有被回补的，而且呢，它已经突破了左边的这个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参考的一个位置，但是昨天呢，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呢就没有被跌破，在180元附近没有被跌破，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等的是它左侧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说此前呢 AMD 的话，它是在左边这个我这个屏幕显示不下了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软件上左侧的一个压力位呢是184块4毛5这个位置，那 Lucy 刚好在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线呢，就是这2天没有站上去的一个位置。所以接下来 AMD 在星期五或者说下周的一个时间里，它就一定要尽快的一个突破184块4毛5这个位置，它就可以去启动2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要去看整体半导体走势的一个情况，包括纳指。所以说呢，我们要等，如果说一旦它在收盘前或者是前半个小时左右，它能去站稳184的话，那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去跟进的。那我们早在1天前的视频里有去跟大家去讲这个旗形的一个位置，我说你是一个6种止跌组合的一个信号如果是你做短线的小伙伴，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可以跟进到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最起码它的一个区间呢是会在开盘的地方如果是去买的话，那你180到186你是有赚钱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其实如果说你是我的一个铁杆粉丝，那在这一轮的一个复盘当中，我就已经提示大家了，它有可能去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170这个位置到186，它会有10%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呢，如果说它还在一个位置去这个横盘的话，我们就是有做短线的一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短线呢，大概也就是1天、2天到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说现在呢，我们那个操作呢还是可以进行的。那 AMD 的话呢，现在就差以临门一脚。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这个地方它现在呢还没有出现金叉。
那如果说你学过 Lucy 的3金共振战法的话，那实际上这一个位置的话现在还没有走好，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星期五的一个价格能否去把它金叉上，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这是对 AM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阿斯麦的日线走势图。那阿斯麦的话，在近一期的一个出现了机构资金的一个抄底，就出现了聚宝盆，而且是在日 K 线的。那当我们发现 MACD 配合我们的一个聚宝盆的话，它的一个威力还是蛮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是出现了一个金叉，但是很遗憾呢，它是出现在了一个水下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一天啊出现金叉之后呢，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个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阿斯麦它的一个涨幅是有多大。首先呢，在这个跳空缺口之后呢，我们是没有发现的啊。当时我是在这一天，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提到了，说啊，问 Lucy 呢这个位置能不能买？那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要不要等一等？那现在呢，其实等的话呢，这一轮啊4、5、6呢就有可能错过。但是我们的财生好的一点是呢，它通过啊比较灵活的运用了啊 option 呢期权去参与的啊。我之前上一条视频有给大家去展示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小小的呢就赚了2天的一个钱。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阿斯麦它现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去追。那 Lucy 可以明确观点是不能追啊，不能追，不可以啊，是 no。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它一定要等它的一个回踩。那现在呢，它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跳空缺口，那跳空缺口带来的压力啊，大家可以知道，自然是不必说的，缺口是有压力的。那另外呢，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话，那我们的彩虹带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空方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这个彩虹带它没有出现变字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出现股价的一个回踩，这个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买股票呢不能追高啊，只能去低吸，所以我们就可以静静的等待什么呢？静静的等待阿斯麦它的一个回踩。如果说这个位置走成一个变字，那回踩到了上边界，或许就是那一个关键的一个买入的点。那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买点的话，那就要看我们的一个彩虹带你能否去看懂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回踩呢是一定有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呢还算是一个压制的一个状态，而且4、5、6出现了黄 K， 也就是超买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如果是你有参与了的话，在这一个位置的话，你还是要尽量低过6号 K 线的一个黄 K 的话，你就要卖出了。那这个呢是阿斯麦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处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往的一个行情当中呢，它其实出现过黄色的 K 线，但是一个跳空缺口就会出现一个下跌，那它也是会在这个过程呢花掉1个月的一个时间呢去把它走好，出现变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去参与到阿斯麦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字。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在一个多方带的一个过程中呢去买它。当然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就是如果说看 MACD 的话，我们是有赖于它的一个验证。那后续的话，其实它还是有机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的一个快线穿过0轴，慢线也穿过0轴的话，那它就到了一个强势区，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共振，那它就会有一轮拉升。所以说阿斯麦的话，现在呢还是不着急啊，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去跟踪。接下来呢，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CRWV。所以说刚刚啊，我们看到这一只股票呢，大家就要知道阿斯麦它一定会回踩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的一个走势图。我们先看一下啊，它在这一轮反弹的话是用到了我们的一个结构9，而且最低点没有破，它这个位置是用到了一个 W 的一个形态，过了颈线位之后呢，出现了一轮拉升。而它的一个拉升呢，基本上是在一个 61.8% 到 80.9% 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是参考了之前的一个走势。当然近期呢，它的一个拉升比较猛，而且呢它是穿过了我们的彩虹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彩虹空带呢，它现在的一个压制呢，就等于说啊，它已经超出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就知道了，它超出彩虹带之后呢，就会出现回调。那它现在啊出现这样的一个黄色 K 线，那如果说啊咱们有参与的朋友，那我们那个黄色 K 线在第2天跳空之后呢，被跌破之后，第一时间是要先跑的。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说你能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出现阴线之后呢，你跑掉，那接下来这2根阴线呢是跟你没关系的。
所以说这就是 CRWV 它在我们的一个彩虹带里面去展示给大家的一种走势。那这种走势呢，其实近期有很多股票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后面我们要如何去处理。那我会把这样的一个高点和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呢去做一个划线。那这个位置呢是0，这个位置是100%，也就是黄金分割。我们会发现呢，其实现在的一个位置呢就有跌破我们的一个100%的一个左侧防守位。那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呢，我们看到啊，它现在是跌破了100元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那它这个位置呢就有2条线啊，一个是70块的一个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呢是81块多这个位置。那么这2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地方。也就是说2根大的一个阴线啊，对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去测算一下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位置，那等于说这2条线呢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那它的一个价格呢就会在70到80的一个附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MACD 的话，它现在是快速的一个缩小，所以它的一个股价变化呢就比较大。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继续出现死叉的话呢，它的一个股价还会继续下行的。所以说短期的话 CRWV 你要是不是做空的话呢，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买点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现在怎么样了。它在蓄势区呢，它其实连涨的时候呢，它也没到加速区，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是有一点弱势的一个体现。那第二呢，它如果说再向下的话，它就会接近于我们的一个蓄势区，甚至是低洼区。那我们要等到下一个信号的话，就是等低洼区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出现，那它就是另外的一个买点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持有 CRWV 或者说你有跟踪的小伙伴呢，在这个地方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对 CRWV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LEU 的一个日 K 线。那粉丝朋友呢可能是在248这个位置买的啊，然后呢想让 Lucy 去分析一下。Lucy 想跟我们的这位粉丝朋友说，首先呢在248这个位置去买呢有一点点追高了。我们来测算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价格，这个地方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是250元附近。那它其实是一根大阴线，如果你学了 Lucy 的大阴线战法的话啊，你就会在这个地方你不会去买它。然后呢这2个位置基本上是在第一次冲破之后呢，盘中就出现了一个回落。我去看了一下分时，这一天其实呢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回落了。所以说接下来呢，它在这个地方走势啊，就是248之后呢，相当于说现在是被套住了。然后它在这一天去问的应该是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变字，是日 K 线出现了一个彩虹带由多转空的一个位置。那么我昨天呢有在我们的一个上课的一个过程中呢，有给大家去讲，那一旦你会发现啊，出现了一个多转空的一个位置，你如果能结合到我们的一个 MACD 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远远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力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其实248那个地方呢是不应该买。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出现了一个被套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有一个下跌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而且呢它跌破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画一下股价这个地方拉升回踩，再拉升再回踩，而且这个位置踩破了，然后再拉升再回踩，其实它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颈线位，所以这是一个跳空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逃生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能去反抽掉这个颈线位的话，那还有可以减仓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从248到这个位置的话肯定是亏钱的。接下来这个走势的话呢，现在还没有出现止跌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止跌，它会在哪里呢？有可能是在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好一点的话呢，它可能会拉升一下的话，可能在150左右。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去谨慎的。LEU 的话，从技术分析看的话，现在还没有跌完。我们如果说你有了我们的一个战法，加上我们的彩虹带你在这个辫子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看出来它的一些端倪和机构的一些手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散财童子呢是在这儿出现的。那接下来呢，它有可能这条龙线的话，就会从这个加速区转到蓄势区，那它还是不免一轮下跌。所以这个地方呢，有 LEU 持有的朋友呢，你要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呢，操作计划做一些决定。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析。
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